王先生有一篇评论文章呢，您是这么说的：这个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呢，也宣告了民权运动在性别平权问题上的失败。但是这仅仅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开篇。当中呢，您也谈到，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议题会成为保守派施展他们影响力的主场。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您觉得现在美国社会保守派抬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呢，就是所谓的文化战争，从特朗普执政开始啊，在美国国内就成为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啊。这个文化战争呢，就包括白人的民粹主义跟这个少数族裔之间的种族冲突，包括控枪派和拥枪派之间的冲突，以及包括这个堕胎权和反堕胎权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都是文化战争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在最高法院保守派主导整个这个司法体系的大背景下，后续呢还会有一系列文化战争的议题会成为焦点。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政治啊，实际上它是存在一个非常鲜明的周期性的啊。我们看到从这个上个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开始，一直到60年代的民权运动，整个美国社会的这个主导的思潮是叫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开始啊，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逆转。也就是说，从里根时期开始，美国的保守派就率先的在经济领域发起了对自由派的反击。我们看到，其实过去40年啊，美国的经济政策啊，其实比较保守化的啊，包括减税啊，包括放松金融监管啊等等。那么最近这几年啊，保守派呢在经济议题的基础上，又开始在社会文化议题上对自由派发起反击啊。那么这个就是美国历史的钟摆开始从自由啊完全的摆向保守这样一个过程。罗伊案被推翻以后呢，堕胎权是否合理，已经变成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极端的问题。那么由此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政治中间主义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环境当中，处境是日益的艰难？而强求政治正确对美国对整个世界格局又将产生哪些影响？王先生，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在拜登当下面临的困境。其实他是想走中间主义道路的，他想要团结啊最大多数的这个选民，但是呢，结果却是啊里外不是人，左右都不讨好。在特朗普时期啊，美国这种右翼思潮的上升，然后政治极端主义这个思潮的兴起，会对美国的外交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包括在民粹主义影响下，他的这个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啊，包括他频频的退群，对不对？这个国际责任这个意识的下降啊，这个其实都是这个极端思潮所推动的啊。美国这个作为一个全球霸权，开始越来越变得内向化啊、保守化啊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对整个的国际格局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啊。那么这个它会流出来很大的这个权力的真空啊。那么未来国际格局将会怎么样塑造？我想都是值得去关注的。其实此前很多美国媒体都分析说，取消对华商品加征关税是拜登政府这个很好的缓解美国国内通胀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而7月4号，《华尔街日报》呢也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可能在本周就会宣布对部分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呢要进行豁免。那此前呢，白宫也一直在评估这个问题，而白宫内部呢分歧严重，拜登始终是这个左右为难。那现在拜登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我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但是我也同时看到了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悲观的消息，就是说，拜登他决议在本周宣布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同时要启动或者是施加其他的对华关税这样一个消息。所以我们从这个举措当中也能看出来，拜登政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首先，他是否取消关税，一定是出于国内动机的驱动，他是为了减轻国内的高通胀的。那么同时呢，他又担心，陷入这个共和党对他的一个斥责当中，就是对华软弱的斥责当中，所以他就在这个两边之间这个非常非常难的去平衡和协调，对华示好的这样的一个腾挪空间非常的有限。未来美国的政治法律越来越趋向保守，是否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如何应对一个越来越保守的美国呢？美国的保守派本身当前处于一个洗牌的过程中，是继续走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还是走切尼的建制派路线，当前还不明朗。
保守派呢也在乎利益，而中美之间因为紧密的利益连结和多管道的互相依存呢，将使得在经贸民间领域依旧会是有很多可以接触的机会的。那拜登政府他引入的这个从实力的地位与中国打交道这样的一个思路，还有他提出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守主义在外交思路上的一个体现。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短中期的这个保守主义的一个趋势啊，我们就是要在保持定力或者是保持平常心的同时，要敢于并且善于斗争在平等互利中去管控分歧，去塑造引领，然后实现中美两国的合作共赢。